战神大战变异电视，变异电视竟可以自由转换形态。泰坦电视加入对局，无奈光速被刺。Hey guys， P 什么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这次我们来看看上市宇宙25集，并会对其理论分析猜测。看前请记，视频内容难保有数位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小小的赞。在上集解禁了泰坦电视和泰坦监控与基托的合力之下处理了上市科学家，同时我们也通过电神的录像得知了一些消息。他声称，当我们查看这条消息时，要么他嘎了，要么他被感染了。他对自己的预期很低，仿佛已经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许他在被瘟疫医生打上一剂前就已经有了某种联系，从而在瘟疫医生那里了解到了一些计划，所以提前录下了这一段视频。他需要获取瘟疫医生的信任，而获取信任的途径促使他成了瘟疫医生计划的一部分。至于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因为电神找到了第二颗核心，并称其处于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为什么说是第二颗？目前来看，一共有4颗，这点可以在之前的剧中看到，4颗核心都有着不同的颜色，而电神提到的这颗，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之前新增片段里在某个山洞里出现的粉球。不过不知道的是，为什么在这个山洞里出现的人都石化了，且全部都是电神？如果是这个电神将核心放在了这个位置，那不至于在座的诸位全部石化吧？可能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但没有能力拿走，中间可能出现了某种变故，使得核心散发出了石化的能力，导致所有电神都变成了石头。很难想到这个电神是怎么没事的。最后电神说，这个核心可能对丧尸病毒有所作用，可能会是解药。看这个效果来看，难道是石化丧尸啊？这点不得而知。随后就可以看到有个人进来，这个人的大灯散发蓝光，是揣子监控无疑了，也正好对应了第3季里 X18 交付后进来的人。在得知了这条消息后，派者开始离开基地，飞向天空后被什么东西硬扯了下来。老战神再次追击，当他起身后看到了一个单位，是变异蝙蝠电视人。丧尸依然秉承着打成先后的准则，对着拍者就是一顿嚷嚷。拍摄者见状撒腿开溜，但下面站满了已经被感染的丧尸，显然无处可去。如果此时拍者再次使用喷气背包，无疑会跟先前的结局一样被拉下来，那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拍者转头准备迎战，可以看到变异电视人正注视着拍者的同时往旁边走的动作与二等法环很像。我猜测 Monster Up 一定玩过这款游戏，闪避拥有无敌帧被他玩开花了。在正式开战前，拍者首先给他的监控打了个电话，显然是发送位置和求救了，随后便举起双拳冲了上去。变异电视人见目标进入范围，仇恨吸引，拍者近身直接3连后紧接2拳，前面4发皆被躲过，只有最后1拳打中了。紧接着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拍者打中了变异电视的腰子后竟然扯不出来了，纵使加上左臂的力量也无法拔出来。这拳头的力量仿佛进入了无底洞，又或是打在了棉花上一般，没有任何效果。可以看到变异电视人身上遍布蝙蝠，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拍摄者的拳头从腰间渐渐移动到了肩膀，同时变异电视人画出了一条手臂，这非常奇怪。先前变异电视是拥有手臂的，怎么此刻又没了？注意看，在拍者飞速靠近时，变异电视将左臂慢慢放在了身后，并在最后变得黑不溜就看不见了。拍者在挥拳时，有一群小蝙蝠从变异电视的后方出现，接住了一拳，那么就有可能是蝙蝠化解了拳头的攻击，最后一拳击中也无法拿出来，可能是蝙蝠控住了。紧接着蝙蝠需要化成变异电视头的手臂，从而导致了拍者的拳头跟随蝙蝠一步一步的移动到了手臂之上。随后就是变异电视拿捏了拍摄者，见控住了，变异电视准备品尝，拍者拿出了揣子，并按下了起爆按钮，喂给了变异电视，成功卡住了变异电视的嘴巴，导致无法下嘴。趁此情景下，拍者双脚一蹬，脱离了变异电视的控制，变异电视被这牙签顶住了，气得嗷嗷叫。很快揣子便引爆了，但变异电视是这些细小的蝙蝠组装而成，纵使炸到了也无济于事，很快就完成了修复。变异电视第1阶段结束，开启了第2阶段。若干蝙蝠在空中组装出了一柄大锤，很快就朝拍摄者砸来，拍摄者巧妙躲过了。接着变异电视继续第2锤，拍摄者再闪避，第3锤再闪避，只能说闪避拥有无敌帧，这个设定是魂类游戏的标配，纵使变异电视再多锤也不会有用，除非体力耗尽，但机器人哪来的体力？变异电视见效果不大，收回了锤子，并重新组装出了一只手掌，随后化为一拳朝拍摄者砸来。这时候怎么不闪避了？只能说剧情需要。拍者吃了一击后被击飞到了街道，变异电视紧追跟上，他的手中有种貌似手铐的东西，这点后面再说。他继续靠近，准备了结拍者，但有人来了，导致他停住了手中的动作，是泰坦电视。先前拍摄者是向泰坦监控人求救的，来的却是泰坦电视人。双泰坦在上集是在一起的，他应该也得知了消息，凭借黑烟可以先来到战场。泰坦电视上来就是一脚，试图直接踩扁变异电视，但变异电视是由蝙蝠组成，这样的攻击并不能带走它。泰坦电视的大脚被这些蝙蝠顶起，且
力量还不小，导致泰坦电视人仰马翻，最后无疑是疯狂了。这些蝙蝠不只能变成变异电视，只见它们开始重塑汇聚，渐渐的，一只更大的变异电视出现，电视头依然是裂开的，它与泰坦电视对峙，二者无论是体型还是高度，除了没有实际贴图，几乎可以说是一样。泰坦电视见了直呼什么鬼？它在病毒爆发之初就被囚禁，显然对于现在看到的一幕颇为惊讶。变异电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转身就是一记小飞拳打出，泰坦电视后撤步抵挡，随后发起反击。不过这里穿模的有点多，蝙蝠都进泰坦电视模型里了。泰坦电视晋升3连攻击，不过更具攻击的第3击没有命中，十分的可惜。变异电视反手一发走击，给泰坦电视打出了火花。泰坦电视不甘示弱，接连核心冲击。虽然贯穿了变异电视的胸膛，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单位是由小蝙蝠组装而成，不灭掉小蝙蝠可能就是无敌的。几轮攻击下难分伯仲，泰坦电视施展了前所未见的新能力。好，原来是休息了虚空经。只见二人周围都生成了数个黑洞环绕，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泰坦电视对着这些黑洞连番出拳，紧接着变异电视周围的黑洞出现了拳头。好家伙，分手行动高级版，随着不同的方向被拳击产生了僵直。泰坦电视从天而降，一把按住了变异电视。但还是那句话，变异电视是由蝙蝠组成，这样的控制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很快，变异电视再次完成了分散重塑，出现在了泰坦电视的身后。战斗的转折来的就是这么快，变异电视又反制了泰坦电视。众所周知，泰坦电视可以分头行动，那180度旋转应该没有疑问吧？只见泰坦电视旋转电视头后直接红光，红光后可以看到变异电视头消失了。见有效果，泰坦电视分裂2个电视头同步施展，并环绕变异电视全身，以此来照耀更多区域。片刻间效果十分的显著，可以看到这些小蝙蝠悉数消失了，最后仅剩下了一只蝙蝠跑路。或许这就是操控一大群蝙蝠的罪魁祸首，他跑路了，可能后续还会出现，算是一个伏笔吧。很快，周围有声音响起，当再次看到泰坦电视时，它被贯穿了，随后产生了剧烈的爆炸，波及到了整个核心的位置。它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人，是3000飞碟。他在第3季被基托特带回了基地囚禁，但随着后续基地被入侵，也没有下文。在本集的前面就有了他的伏笔，比如先前变异电视手中莫名的手铐，我想是他解除了3000飞碟的束缚，还有这里产生的移动痕迹光效，应该也是3000飞碟留下的。潜伏了这么久，还真让他给得逞了。泰坦电视已无法支撑战力，浑身剧烈抖动的同时，还不忘叮嘱派者赶紧离开。我直接泪目。接下来的剧情无外乎2个结果了：一是泰坦电视被感染，联盟将更加困难面对接下来的局面，可能会对粉色核心展开故事线；二是不会被感染，在之前的剧情中已经得知了泰坦时钟到了，或许可以通过单位回溯改变泰坦电视的状态，但这还是个初代的泰坦时钟，不知道能不能对病毒的状态实现逆转。无论是哪一种，这很难猜测。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 Peaceman，我们下个视频再见。